我们两个人结婚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我觉得我老公他们一家人都不把我当一家人看。我觉得他想的太多了，而且我一直为这个家努力着。现在他们家也提了好多的要求，我觉得他要是没有改变的话，我也不可能满足他。我现在只想好好的过日子，他却吵着要离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32岁，来自河北吴业；李女士38岁，来自河北吴业。有请。这资料上面说是无业，无业靠什么生活呀？我们现在摆那个地摊嘛，卖儿童玩具。卖儿童玩具。那不叫无业呀？个体。咋认识的？我一直在北京上班嘛。从北京回来，有一天没事干嘛也加了个群，那么着没事聊天，群里面也说你俩离得近，你俩一起见个面，见面以后感觉还行吧。我俩搞对象处了差不多1年，就结的婚。结婚的时候我家没什么意见，他妈对我不是特别满意。为啥？因为我有过一次婚姻，完事我比他大几岁。不满意不就还是通过各方面给家里说，咱俩不是还一样结婚了吗？他妈说你们结完婚以后，我给你们在市里买套房，但是到现在呢，这个承诺他一直都没有兑现。我也不是领你去看吗？是房子看了，一推再推，各种理由推。整个市区都没有适合咱俩的房嘛。那会儿不是在北京上班吗？不可能把班扔了，咱们天天赚这个吧？结完婚没多久，然后我就怀孕了，不是一直在他家住着吗？我家是市区的，他家是农村的，时间长了各种我也是不习惯，孕吐特别厉害。他妈做的饭，说实在的，我也吃不习惯。农村本来就那点饭嘛。炒鸡蛋，炒出来西红柿都恨不得把整个西红柿都放进去。那西红柿都是生的，那鸡蛋都是特别老又干。本来老人家一辈子都习惯了，一时半会儿他也改不了啊。后来时间长了，早上起来就没有饭吃了。有时候实在太饿了，我就只能说自己做饭。我在我家都不会做饭的，逼着我去他家之后学会做饭了。给你做呀，给你做了，但问题是给你做了你不吃啊。等于嫁到那儿之后，丈夫在外面打工挣钱，妻子在家里跟公婆一起生活。小孩出生的时候，我就寻思我受这么大罪，我说你妈是不是应该拿出生孩子钱来呀？生孩子还要钱啊？不是给自己生的吗？我怀孕的时候，他妈都没给我1分钱。不是怀孕为什么要给你钱啊？人家儿媳妇怀孕的时候，人家婆婆不都是给点零花钱，想吃啥买啥，想喝啥买啥，没有1分钱都没给过。这不应该老公给的吗？老公给婆婆给，我觉得就是2个概念嘛。不是啥，那不一个意思吗？他就是给儿媳妇1份心，对我肚子里孩子，对孙子的1份心呀。是这么想的。行，那就咱们说月子吧。我坐月子的时候第5天，我就寻思我妈是不是也得休息一会儿，就让他们回去了。人自己跑客厅沙发上自己去睡觉去了。一下午我1口水也没喝。啥意思啊？我当时不是坐月子吗？没人给我倒水，没人给我拿温水泡水果。你喊他不就有了吗？我喊了，我电话都打了，然后我宝宝在那呱呱的哭，俩人还不过来，就我婆婆就在后边呢。因为我睡觉比较死嘛，本来门都关着呢。农村的房子能有多隔音啊？夏天还是啊？这肯定是老公的问题。我婆婆在后边，我也不知道人听没听见，反正都没有过来哄宝宝抱宝宝，我特委屈。然后我就可能是因为生气吧，当天晚上吧就起了一身的荨麻疹，特别痒，特别难受。第2天就去人民医院了，医生说生气破坏免疫系统。输了5天液，好2天，然后过2天大概什么事我也忘了，乳腺炎又输了5天。过了没几天又犯了1次，这合着我整个月子都是在医院度过的。确实这个人家坐月子在床上好吃好喝的，好好伺候着。谁没伺候你啊？我爸妈也。你像那陀螺似的，我就觉得他这人嘛，就像那陀螺似的，我扒拉你转转，我不扒拉你就在这待着不动。就是您要表述的就是月子没做好，对吧？对。积蓄了很多的这个气氛。对，在农村也不习惯，然后比较郁闷也。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好了没有啊？现在好了是怎么好的呢？我觉得一直在他家我还会抑郁。那啥意思呢？然后我就商量嘛，我说是不是咱们可以去市区住啊？就不在农村住了。对。那会儿肯定不同意啊，对吧？毕竟刚结婚，刚有了孩子，你就直接回他那边住，我这边咋看呀，对吧？毕竟有时候是农村。你不能说因为面子问题，然后你让我真抑郁了吧？然后我最后抱着宝我就走了，回我妈那儿住了。是你自己还是你们俩一起？我跟他说，我说你要给我走就给我走，你要不给我走，那咱俩。
的妻子，这是我们该做的。但是一个女人不能说因为我怀孕了，我就是天皇老子了。我就想着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呀？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没错。那你的钱是他的钱吗？我第一次听有人在这个舞台上这么说话，就说哎，为什么奶奶不表示？奶奶表示什么呀？你生儿子跟奶奶有关系吗？都没长大，你现在的心理不平衡就是凭啥只我一个人啃爹妈？你咋不啃你爹妈妈？是不是这意思啊？没有，没有那啥意思啊？婚姻最重要的不是两个人幸福吗？但结婚时候确实说给我俩在市里买一套房。没房子你可以不嫁呀，你看得起过他吗？我当然看得起他，但是你根本看不起他们家啊，你嫌弃农村啊？我也没有说怎么嫌弃你还要怎么嫌弃啊？我就真的住不习惯在他家。住不习惯不就是嫌弃吗？确定要离婚啊？这房不买，我觉得行。那您在第一段婚姻里有孩子吗？有一个姑娘。那姑娘谁带着呢？我带着呢。在哪儿带着呢？就我家呀。那谁花钱养这姑娘呢？我爸妈。又是啃你爸妈，嫌弃过他闺女吗？没有。你父母什么意见和态度啊？对他像亲孙女一样啊。那本来我接受他，我自然能接受他的一切嘛。你们老家当地的那个习俗，彩礼是多少钱啊？也有8万8的，也有10来万的。所以8万8也不算歧视，对吧？对。也就是家里人是接受了这你儿俩的，是这意思吧？对，接受了。因为每次回去我们都是一起回去嘛。他在孕期的时候，闺女住在那会儿孩子上学，1个月放那么半天假嘛，因为上的私立学校嘛，管得也严。你们家的钱谁管？他管，我所有的卡呀、密码什么的，所有的他都知道。就是你挣钱，他管钱。卖玩具都是我们2个一起。是不是你管钱嘛？我们没有钱，根本不用管。离婚是吧？我觉得这房子不买，我真不行，可以，一会儿我们帮你劝他。既然你来，我们一定帮你劝他。我们帮你劝离婚就是离婚，对不对？其实我有过一次婚姻，对这次婚姻是比较珍惜的，但是我就觉得他结婚时候的承诺要兑现的吧。你第一次为什么离异啊？第一次好多事儿不方便说。行，你反正接受他是吧？对。你还想跟他过是吧？对，因为刚开始我俩接触结婚，因为各方面所有的我都了解了。既然我能接受他所有的一切，我都会接受。这挺爷们儿，就是离婚呗。我就希望他家里人能给我兑现这个承诺。又回去了。我就是现在觉得他们现在没有买房这个意思了。买房咱们自己可以买。那房子，我也不是说非要买这房，我也有地儿住。现在不是在我爸妈这儿住着吗？我就是寻思，咱有一处自己的房，毕竟跟我爸妈也是2代人嘛，作息时间啥的也不太一样。行，算了，不说了，听也听懂了，看也看明白了。我就问一句话，你有没有把自己当成这家人的儿媳妇儿？我有。你有没有把他当成你老公？当然了。你承认他现在的能力买不了房吗？我承认凭我俩真买不了房。OK， 那就行了，咱别啃老啃得那么理直气壮。长辈给你买房，算是你的福气；长辈不给你买房也是理所当然。您说要没这个房，我就要跟我老公离婚，那对不住。但是他当时我们还就劝你老公跟他离婚，你是不是要说婚后要对他好好的？你对他好吗？你怀你们家儿子的时候，是不是说妈妈要给你最好的生活？你给了吗？为此你努力了吗？住着父母的，吃着父母的，就完了吗？那是你亲爹亲妈妈，你还啃习惯了？你是真要离婚吗？我看不是吧，不过就是拿离婚做个威胁嘛。人家妈说的话没错啊。我孙子一天也见不着，我干嘛给你钱？我傻呀？人不都是互相的吗？你琢磨琢磨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比你大6岁，对。他有过婚姻，还有一个孩子，对。你从来没有走进过婚姻，对吧？对。所以从这一点，我相信你对他的爱是真诚的。女生嫁给他的时候，内心真的是爱他吗？对，当时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你内心一直在表达2个字，那就是下嫁。因为我比你大6岁，因为我有过婚姻，我是没有办法才嫁给你的。当然，他先前向承诺给你买房子，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你
今天为了要兑现当时说的那一套房，是以离婚为要挟，就说明你心中对他的爱不够嘛。你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啊，如果现在他给你买房，你愿意再跟他生一个孩子，那不是变成交换了吗？他也不是说不愿意买房子，只不过要求把家里的钱大家都拿出来，想办法去买这个房子，对吧？对。但是你泾渭分明，我的钱我牢牢的守着，你没钱，你问你妈去要钱，你啃老啃得肆无忌惮啊！小伙子，人老实厚道是好事情，但是也要有底线。人家既然这么看不起你，咱们就走，明白吗？谢谢包红兄，苏老师。这找的不是个老婆，这是个债主。如果你爸妈真的出钱给他买了房子，他会对你爸妈就不抱怨了吗？接下来他还会抱怨说：“你看给我买的房子太小了，位置太偏了，为啥老两口不顺便把装修的钱也出了？”一定会有的。有一种人内心就是不知足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从怀孕开始就丧失生活能力了吗？炒个菜不可口，能上升到敌我矛盾的这种。然后说我那个生完孩子之后，我去医院看病了，住院了，然后哭的那个委屈啊，就是一家人都不管我。你是有一种受害的妄想吗？是不是觉得这一家人就一直在针对你，就是不让你好过？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想啊，如果我要是你的婆婆的话，我也不会给你买房子，因为久处见人心啊，你跟我们这一家子不是一条心，你分得非常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们的，甚至我想把你们的也都变成是我的，是我自己的。这很可怕。婚姻意味着一种家庭关系的重新的再组。你首先要把人家当成是自己家人，首先要给别人一种安全感，人家才能在你身上付出情感和金钱。可是你既没有给别人安全感，然后一天到晚的挑剔，你还指望着别人倾家荡产，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这现实吗？所以今天我就不劝和了。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过下去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女士的痛苦是真实的。她就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自己瞧不上的男人和家庭，然后她就觉得自己太吃亏了，而她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痛苦也会影响到这位王先生和他的婆家整整一家人。你只要心里不痛快了，人家也别想过得痛快。所以我觉得这种互相折磨的婚姻，不如放过彼此。谢谢苏老师。周老师，你知道你婆婆为啥不给你买房吗？是因为你嘴笨，你手懒。我跟你说一下，你婆婆想的是啥？你是一个离过婚、有过孩子的女人，对吧？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对于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都会有一个感受，一定会勤快，至少会做家务，家里能够料理得妥妥帖帖。如果是被前夫伤害的女人，更懂得珍惜接下来要怎么跟婆媳相处。所以婆婆心里打着心眼是觉得，你应该在这段婚姻当中懂得如何珍惜。但没想到你婆婆发现，这姑娘真不知足啊！到我们家来以后，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还在那儿挑三拣四的，这跟她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你婆婆觉得你不值了。第二，结婚在一起差不多5年时间，你根本没有给家里存下来一点钱。既然你说想买房子，不管婆婆给不给，你们2个人又有2个孩子，至少你要懂得持家呀。刚才赵老师问你，你们家谁管钱，对吧？你说没钱，那你老公这些年赚的钱哪儿去了呢？因为你在婆婆家住着，你还可以吃婆婆家的；你在你爸妈家住着，还可以吃爸妈的。那你们钱哪儿去了？不会持家。所以第3个，好，我不会做家务，我不会持家，我嘴来的快点啊，讨得老人家欢喜一点啊，也没有啊。那你对老公能有点甜言蜜语也没有啊。家里从上到下，你对谁尊敬了？所以嘴不甜，还很狠；手不仅不勤快，还很散。
这样的女人，婆婆敢给你买房子吗？好不容易老两口赚了一点钱，不指着自己养老啊，还指着你养老吗？所以为什么要给你们买房？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想留住这段婚姻，真的未来希望婆婆对你们好一点，你首先得对人好，至少尊敬自己的婆婆，是我们应该有的家庭规则吧。那同样对于这个男人来讲，我也想说一句话，你是挺老实的，你是挺守责任的，你是承诺了说你要接受他们娘俩，你就对他们娘俩好，但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和底线啊？一个对你妈爸挑三拣四的人，一个对你呼三喝四的人，你居然还说我对他好，媳妇儿，我现在要花钱，我能不能动一点？能不能有一点基本的原则？因为现在没有因为，为什么他敢在你们家里边这么的一扬跋扈？因为你没原则呀，因为你认为他找你妈要钱是应该的。所以，如果你还想把这个婚姻保留了，首先基本的原则底线得有。首先，你得明确好，成年人买房子靠自己，父母愿意给，刚刚赵老师说了，那是你的福气；父母不愿意给，就是靠自己。过有原则的生活，才能把生活过下去。要想没原则，就别想让别人对你有原则。谢谢周老师，陆琪老师。就你每次说不买房就离婚，你搞错了。就除了你之外，他们是真心都想过离婚的，只有你不是真心实意的。你要的是房子，不是离婚。但我该给你打保票，你老公和你老公家里面都真心实意想过离婚这件事儿，无非就是考虑民生啊、孩子啊一堆事儿。所以啊，离不离婚这个事儿真要挟不到他们家。你也搞错一件事儿，你以为房子啊是。
不了的。但是是不是这个婚姻就是个保险箱，能保你一辈子，没人知道。你琢磨，你仔细琢磨，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也不是那种物质或者忙，我知道你今天来是想要个承诺，因为就像老师他们这么说的这些，对吧？你也理解，我知道，是因为你平常咱们接触，你也是挺会关心人，挺会干嘛的，只是你说难听话就是你刀子嘴豆腐心，屁不会说话，但是心是善良。以后你可以，也有可能。我希望你听了老师的话可以改变吧，改变一下现在的思想。我也相信你肯定会改变。这个世界有刀子嘴豆腐心，你过好你的日子就行了。来，请回，请回，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看看这对2个孩子的夫妻是怎么选择他们未来生活的。没房子还离不离婚呢？那房子可以暂时不买。问你了，没有这房子，离不离这个婚？其实打心里我不想离婚。那不就完了吗？以后别老说离婚了。第2句话问你们夫妻俩，你们有没有信心啊？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0年的时间里，为自己和孩子挣下一套房子，能吗？有信心吗？当然有了。有。那不就 OK 了吗？行了，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啊！谢谢2位，请回吧。特别希望今天我们说的这番话，能够被这对夫妻听进去。更重要的是，如果妻子的母亲、父母正在收看这一期节目的话，希望您2老能够有个意识，真的疼自己的闺女儿，一定让她自己出去生活，不要再过这样硕鼠的日子。这不是爱她，是害了他们那个小家，害了你们的孙子和孙女儿。